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紅色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我們今天要聊的這個主題，你可能第一眼看到會覺得，古代印度，這跟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啊？先別急着轉台哦，因為我們今天要來拆解的，其實是一個橫跨千年，而且到今天都還在被使用的系統漏洞，還有破解規則的一門高深藝術。是這樣子的，我們通常想到古代印度，腦中浮現的畫面，大概就是瑜伽啦、冥想啦，還有那個很嚴格的種姓制度，感覺就是一個充滿宗教戒律、階級分明的社會，對吧？但最有趣的地方就來了，在這個看起來超級保守的社會裡面，竟然同時存在着一些可以說是地下手冊的東西。這些書教你怎麼搞權力鬥爭，怎麼追求一般人眼中的禁忌之愛，甚至怎麼去挑戰權威。這不是很矛盾嗎？這就好像蘋果官方出的那個開發者指導裡面，竟然夾了一本教你怎麼越獄 iPhone 的秘籍。你想想看，官方跟你說我們的 iOS 系統是全世界最安全、最封閉、最完美的，但同時你又找到另一本蘋果好像也默許存在的書，巨細靡遺地教你怎麼繞過它所有的限制。這兩件事情怎麼可能同時存在？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當一回駭客，深入挖掘古代印度社會這個終極的矛盾，來看看他們到底是怎麼駭進自己一手建立的系統，玩出一套令人驚嘆的潛規則。OK，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核心問題，你要怎麼樣在不直接打破規則的情況下去挑戰規則？這其實是一門非常高深的藝術，對吧？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這種情況其實是不斷在上演的。比方說，你在一家很傳統的大公司上班，你有一個超棒的創新專案，可是你知道你的老闆非常保守，對他來說，任何的改變都代表着風險。這時候，你如果直接衝進他的辦公室說：“老闆，我們公司需要改革，我們得這麼做。”那下場大概就是你的專案被冷凍，然後你還被貼上一個麻煩製造者的標籤。或者在社會層面上，你想倡導一個比較前衛的觀念，但主流的價值觀還沒跟上。你如果表現得太過激進，通常只會引來反感和對立，根本達不到溝通的效果。所以你看，直接硬碰硬通常不是最好的策略。你需要的是一種更高明的玩法，一種可以在體制內衝撞，但又不會讓自己粉身碎骨的技巧。而幾千年前的古印度人早就把這套玩法發展到了極致。好，那我們就先來看看當時的遊戲規則到底是什麼，也就是他們想要挑戰的這個系統究竟長什麼樣子。古代印度的社會價值觀基本上是由3本核心思想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說是互相矛盾的經典在支配着。這3本書就好像是3套同時在你電腦裡運行的操作系統。比如說，你同時開着 Windows、macOS 還有 Linux， 他們經常會彼此衝突，可是又很奇妙地共同形塑了整個社會的樣貌。我們接下來就來深入了解一下這3本堪稱人生指南的奇書。接下來這張表就非常關鍵了，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我們來拆解一下。首先，第一本書叫做《摩奴法典》（Laws of Manu），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這個社會的官方指導手冊，或是國家的憲法。它的核心主題叫做達摩 （Dharma）。達摩這個詞其實很複雜，但簡單來說，它就是包含了宗教、道德、社會責任與義務的這一切。它告訴你，身為一個人，你該怎麼活。從你出生到死亡，從吃飯到祭祀，所有行為的準則，通通都在裡面。它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維護整個宇宙跟社會的秩序，確保每個人都安分守己，待在自己該待的位置上。好，再來第2本書，叫做《政事論》（Arthashastra）。這本書就完全是另一個畫風了。它的主題是政治與權力 （Artha）。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古代印度的君王論加上孫子兵法的綜合體。它的目標不是教你怎麼當一個符合達摩的好人，而是教一個國王如何不擇手段地去獲取並且鞏固自己的權力。書裡面充滿了各種權謀、間諜戰、暗殺，甚至是教你如何利用迷信來控制人民的內容。它談的是赤裸裸的現實，是利益，是生存。最後第3本書是大家可能最熟悉的《
欲經 Kama Sutra。很多人都以為這只是一本講各種性愛姿勢的書，但其實那只佔了全書非常小的一部分。它的核心主題是欲樂 Kama。這個 Kama 涵蓋了愛情、感官的享受、藝術品味、個人魅力等等，一切能為個人帶來快樂的事物。他的目標是去指導那些有錢有閒的都市雅痞，如何去追求極致的個人享樂跟一種精致的生活。所以你看，這3本書根本就在打架，對吧？一本教你要無私奉獻，遵守社會秩序；一本教你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還有一本教你要去追求個人感官的極致快樂。這3種完全不同的價值觀，怎麼可能相容啊？這就帶出了我們今天最大的謎團。在一個由摩奴法典這種神聖律法所主導的社會裡面，那些掌權者跟宗教領袖怎麼會容許像正視論和欲經這種充滿了無情政治和禁忌之戀的反動文本存在呢？照理來說，這種挑戰主流價值觀的書，不是應該馬上被列為禁書，然後被公開銷毀嗎？作者甚至可能被抓去處罰，對不對？但他們不但沒有被銷毀，反而還被當作經典給好好的保存下來，甚至被廣為流傳。這背後的秘密到底是什麼？他們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重點來了。答案就在於，這些作者們發現並且利用了一個極其高明的修辭漏洞。他們發明了一種非常聰明的寫作技巧，讓他們可以公開的去討論那些最敏感、最大逆不道的想法，但同時又不用為這些言論去負直接的責任。這可以說是一種完美的免責聲明，一種思想上的防火牆。這個技巧的範文叫做 Purva Paksha， 翻譯過來大概的意思是前置論點或是反方意見。他的操作手法聽起來其實很簡單，就是在提出自己的觀點之前，先完整地、詳細地，甚至比反對者自己說的還要更精彩地去引用反對派或前人的論點。這招真的太高明了，他讓作者可以把一些非常激進、非常有爭議的想法，堂而皇之地寫進書裡面，然後再假裝自己其實是不同意這些看法的。這就像是一種思想上的柔道，借力使力，把最危險的言論用最安全的方式給拋出來，讓大家可以公開的去討論它。我們來簡單整理一下這個 Purva Paksha 的標準操作流程，基本上就是3步驟。第一步，引用別人說，作者會先講，古代有些學者啊，他們提出了一個非常激進的想法，就是然後就把自己真正想說的那個大逆不道的觀點栽到這些不知名的古代學者頭上。第二步，把想法放上台面。一旦這個想法被引用出來之後，它就成了一個可以被公開討論的議題了。這招就像是律師在法庭上故意說出一些不被允許的證據，然後法官說陪審團請忽略這段話。但這有用嗎？其實沒有用，因為陪審團早就聽進去了，對吧？想法一旦被說出來，就再也收不回去了。第3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假裝不同意。在詳細介紹完那個激進的觀點之後，作者會跳出來說，前面那些學者的看法實在是太偏激了啦，我覺得呢。然後他會提出一個聽起來比較溫和、比較中立，但骨子裡其實還是有顛覆性的折中方案。透過這3部曲，作者就成功地把自己的思想植入了讀者的腦中，而且他看起來還像個中立客觀，只是在整理各方意見的學究。這句話真的總結得太好了。芝加哥大學一位非常著名的印度學家溫迪·多尼格教授，他就說，他們利用掩護馬 （stalking horses） 來說出那些自己不敢直接說的話。這個掩護馬是什麼意思呢？它是一個西方的狩獵術語，指的是獵人會躲在一匹真的馬的後面，慢慢的去接近那些警覺性很高的獵物。因為獵物看到馬不會馬上跑掉，所以獵人就可以在一個安全的掩護之下，找到最佳的射擊位置。在這裡，那些被引用的古代學者或反對派，就是這些作者們用來掩護自己的那匹馬。他們躲在這些稻草人的背後，安全地射出自己思想的利箭。
好了，理論我們講的差不多了，接下來這一部分超級重要，我們要來看一些超級震撼的實際案例，看看這些古代的作者是怎麼利用這個漏洞去討論那些關於性、謊言和權力的禁忌話題。準備好了嗎？我們繼續看下去。我們來看一個最勁爆的例子：通姦。官方的摩奴法典是怎麼說的？他說，如果一個有夫之婦通姦，國王應該把他丟到一個有很多人的廣場上，讓狗把他活活吃掉。而那個男人呢，要被綁在一張燒得火紅的鐵床上，活活燒死。你看，這是極度殘酷、毫不留情的懲罰，完全沒有任何模糊的空間。好，那我們先來看看地下的那本破解手冊《玉經》是怎麼說的。它完全是另一個世界。他沒有說你不可以通姦，而是用了好幾個章節，巨細靡遺地教你上百種方法，如何成功地去引誘別人的老婆。而且這些方法還不是亂寫的哦，它充滿了對人性的深刻洞察，教你怎麼觀察目標，怎麼制造機會，怎麼用言語去挑逗，怎麼送禮送到心坎裡，怎麼利用信使去傳情，甚至還幫你分析了不同類型的女性以及她們各自的弱點。這根本就是一本戀愛駭客的實戰手冊。這個對比是不是超級誇張？官方的說法是死刑，但民間流傳的經典卻是一本 SOP 的教學指南。這就是 Purva-Paksha 這個技巧的極致展現。作者可能在書的最後會輕描淡寫地說一句，但是追求別人的妻子是不符合達摩的哦。可是前面已經花了90%的篇幅，在扎扎實實地教你該怎麼做了。我們再來看一個政治領域的例子，《政事論》這本書也用了同樣的手法去討論一個極度敏感、挑戰人倫的議題。國王為了防止自己的兒子長大之後發動政變來奪權，應不應該先下手為強，把自己的兒子給處理掉？這在任何王話裡面都是人倫悲劇，對吧？但是《政事論》的作者被稱為印度馬基維里喬底里耶 Kautilya，他就用了 Purva-Paksha 這招。他先引用了前代學者們的各種恐怖建議，例如有人主張王子一出生就該秘密處決，以絕後患；有人主張想辦法讓他沉迷酒色，玩物喪志，讓他變成一個廢人，把各種最陰險、最無情的招數全都擺上台面。最後他再自己出來打圓場說，那些招法太殘忍了，而且也不夠聰明。我的建議是，如果只有一個兒子，那就把他嚴密的監控起來；如果兒子很多，那就把他流放到邊疆去。你看，雖然聽起來還是很無情，但跟直接殺掉比起來，是不是突然之間顯得溫和很多？他就這樣成功的把殺子這個恐怖的議題轉化成了一個可以被理性分析的政治策略問題。講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這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很遙遠。其實我們近代就有一個幾乎一模一樣的例子，那就是好萊塢的黑絲法典 Hays Code。在1930年到1968年之間，這個電影的審查法典嚴格規定，電影裡面絕對不能把犯罪或是不道德的行為拍得很有吸引力，而且壞人最後一定要受到懲罰。那導演們怎麼辦呢？他們的破解方法就是在電影的前8-9分鐘，盡情的去展現黑幫老大怎麼呼風喚雨、殺人越貨，生活過得多麼光鮮亮麗，身邊美女環繞。然後在最後1分鐘，安排他很隨便的被警察亂槍打死，或者出個車禍死掉，來一個符合規定的道德結局。但是觀眾其實早就跟着主角爽了8-9分鐘了，對吧？這跟玉經的手法是不是完全一樣？先花好幾百頁教你怎麼偷情，最後再用一小段話說，哎呀，通姦是不好的哦，大家不要學哦。這就是標準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個跨越時空的破解系統的智慧。多尼格教授的這句話再次點出了核心。他說，政事論和玉經都假裝很在乎達摩，但在書中幾乎每一頁，他們都在違反達摩。這兩本書就像是用遵守達摩當作書的封面和封底，這是給審查官看的。但在中間的內頁裡，卻塞滿了各種暴力、欺騙和通姦的內容，這才是給那些真正想學習潛規則的讀者看的。這層薄薄的傳統外衣，就是他們最完美的保護色。好，講到這裡，
一定會有人問，就算他們的寫作技巧再怎麼高明，難道當時的社會掌權者，那些婆羅門祭司都是笨蛋嗎？他們看不出來這是在玩火嗎？為什麼這些作者能這樣瞞天過海，全身而退呢？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因為這就牽涉到當時印度教一個非常關鍵的社會特性，也就是他們系統裡面那個真正可以被利用的漏洞所在。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個系統的弱點。任何一個宗教或社會系統，通常都可以分成2個面向，一個是正統信仰 （orthodoxy）， 也就是你內心相信什麼才是對的；另一個是正統實踐 （orthopraxy）， 也就是你的外在行為做什麼才是對的。在當時的印度教社會，他們是極度的重視後者，也就是正統實踐。換句話說，你心裡信什麼神，你怎麼想神，其實沒那麼重要。為什麼？因為印度教的神明實在太多了，有好幾億個，你不可能取悅每一個神，所以稍微冒犯一下某個神問題不大。但是你的行為絕對不能出錯，特別是你不能做出對婆羅門祭司不敬的行為，或是搞錯了祭祀儀式的步驟，這才是真正會讓你惹上大麻煩的重罪。所以這就是最關鍵的一點，在當時的印度，侮辱一個祭司比侮辱一個神還要危險。這聽起來很不可思議，對吧？但我們來看摩奴法典裡面的規定，它裡面完全沒有提到你辱罵神明要受什麼樣的懲罰。但是如果你用很難聽的話罵了一個婆羅門，你的舌頭就要被割掉。如果你敢直呼他的名字和他的種姓來羞辱他，一根燒的火紅、食指長的鐵釘就要插進你的嘴巴裡。你看，這個系統的重點很明顯，它要保護的不是神的尊嚴，而是祭司這個階級的權威，以及整個社會的秩序。這就是那個可以被利用的巨大漏洞。只要你的書在表面上對婆羅門階級和各種儀式保持尊敬，你思想上再怎麼離經叛道，都還有操作的空間。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來總結一下這些地下文本的脫身策略，基本上就是4個重點。第一，把批評的焦點放在行為的灰色地帶，而不是去挑戰核心的信仰。你可以討論怎麼殺人，但是你不能說神不存在。第二，你可以無視神明，但是對婆羅門祭司講話要非常小心。你看《正式論》裡面，國王可以假扮成神明去騙人民的錢，但是書裡面卻告誡國王要避開那些有學問的婆羅門的財產，千萬不要去惹他們。第三，永遠要把你的顛覆性思想包裝成一場學術辯論，也就是我們前面一直講的 Purva Paksha 這個技巧。第四，在那些反體制的思想外面塗上一層薄薄的傳統外衣，假裝自己是為了維護秩序。基本上，你只要掌握了這4個訣竅，你就可以在古代印度社會裡面寫出最顛覆的文本，然後安全下莊。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看到了古代印度社會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官方的規則手冊《摩奴法典》和地下的破解手冊《正式論》《喻經》是如何並存的。而這一切的關鍵就在於一個叫做 Purva Paksha 的高明修辭技巧，讓作者可以引用別人說來表達自己的禁忌思想。最後，他們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抓住了當時社會重行為輕信仰的系統漏洞。也就是說，社會更在乎你是否尊敬祭司，而不是你是否尊敬神。這種隱藏文本的抵抗藝術，其實到今天都還存在。無論是辦公室政治裡的說話藝術，比方說，老闆，我知道有個說法可能不太成熟，但是有同事建議說，或者是在網絡上，我們用各種梗圖和反串文來表達諷刺。甚至是某些國家的官方媒體在報道敏感議題的時候，會去引用外國專家的說法。你是不是都能看到類似的這種想說但又不能明說的溝通策略呢？這種古老的智慧其實從來沒有遠離我們，它只是換了個形式，繼續在我們的世界裡面運作着。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